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大家有没有想过，最近看起来热火朝天的美国经济背后可能只是一场绚丽却短暂的烟火？当市场都在为第二季高达 3.0% 的经济成长率欢呼，认为美国经济将迎来不着陆的繁荣时，摩根大通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却浇下一盆冷水。他们警告，这波制造业的复苏背后其实隐藏着罕见的企业防御性囤货潮，而这短暂的繁荣很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迎来工厂端无情的减速暴击。更让人担忧的是，代表经济真正中流矗立的服务业依然低迷，部分领先指标也悄悄释出了景气降温的讯号。为什么实体数据看起来一片大好，摩根大通却在此时拉响警报？今天我们带你透过摩根大通的最新分析，拆解美国经济高成长背后的真实结构与避险思维。摩根大通指出，虽然美国6月综合产出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综合 PMI， 从5月的 51.5 上升到了 52.2， 延续了自3月低点以来的回升趋势，但是摩根大通强调，这波由制造业带动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企业在政策与供应链不确定性前夕的提前拉货与囤货。目前，服务业的增长依然相当温和且受限，而整体综合 PMI 也依然显著低于去年的平均水平。因此，摩根大通认为，第二季高达 3.0% 的 GDP 追踪数据只是短暂的烟火，下半年实体经济将面临实质性的需求冷却。我们来细细拆解摩根大通做出这项判断的底层数据与逻辑。首先是 PMI 数据与实质 GDP 预估之间的分歧。摩根大通指出，虽然6月综合 PMI 升至 52.2， 但根据其支出模型，第二季实质 GDP 成长率正朝强劲的 3.0% 迈进。然而，两者短期内存在极大杂音，更应关注趋势。华瑞认为，这代表高成长并非来自消费走强，而是由短期库存回补与支出透支所支撑的虚胖。一旦囤货动能耗尽，下半年制造业将面临需求减速的考验。其次是制造业中惊人的提前拉货与囤货现象。摩根大通指出，调查报告持续将近期制造业活动的激增归因于企业大举进行防御性的提前备货。虽然投入成本通膨压力有所放缓，但价格指数仍处高档，且供应商交货时间持续拉长。华瑞认为，企业为了防范贸易政策与关税壁垒变动而提前备货，本质上是透支未来需求。在高库存成本压力下，一旦需求退潮，高昂的库存将直接压榨工厂获利。最后是依然疲软且受压抑的服务业。摩根大通指出，相较于制造业，占美国经济大宗的服务业仅呈现温和低迷的增长，且综合 PMI 仍显著低于去年下半年 54.2 的平均水平。华瑞认为，服务业才是经济的真正支柱与内生动力。服务业低迷与综合 PMI 遇阵乏力，敲响了内需消费后劲不足的警钟。这将是下半年美国经济最需提防的隐忧。在这份报告中，华瑞认为市场最容易忽略的关键细节是高 GDP 光环下整体动能趋势的走弱。摩根大通特别提醒，目前的综合 PMI 虽然回暖，但比起去年全年的平均值，动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阶梯式的下滑。华瑞认为，大众市场往往只会为了 3.0% GDP 的头条而兴奋，却忽略了这只是企业防御性囤货拉动的短期数据。当前 PMI 与 GDP 的背离，正是实体经济动能逐步耗尽，企业防御性行为达到顶峰的信号。这种由焦虑逼出来的囤货潮无法持续，市场显著低估了囤货退潮后实体经济失速的风险。面对美国经济高成长背后的减速隐忧，投资人该如何思考资产配置？华瑞认为，投资人需要特别关注2个配置维度。首先是防范过度配置于目前受益于提前拉货，但估值已处于高档的周期性制造业股票，避免下半年工厂减速时承受波动风险。其次是将配置向具备高定价权、稳定现金流的防御性资权与短天期国债倾斜，锁定安全边际。投资人应将未来的交货时间、制造业价格指数以及服务业 PMI 的强弱作为评估实体经济是否真正着力的核心观察指标。总结来说，摩根大通这份报告为我们戳破了美国高成长数据下的繁荣泡沫。综合 PMI 的温和回升与 3.0 GDP 的背后，是企业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而进行的防御性囤货，而服务业的低迷则揭示了内需的真实底色。在这场宏观洗牌期，看清数据背后的短暂与永续，
才能在资产配置中立于不败之地。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或应随时与我们联络。